好，今天是比较特别的一集，距离我离开上一份工作也已经1周年了。这一年间，我常常思考，在接近30岁的年纪离开一份稳定工作，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决定？常常在某个生活瞬间想起部队里酸甜苦辣的记忆。因此，本期影片想跟大家聊聊过去我在部队的一些经历，趁着那些记忆在我脑海还没完全消失之前，赶快整理分享，以及离开稳定工作创业这一年，我的生活、工作与金钱观转变的心路历程。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离职，那或许你可以听听我的经验哦。我先讲讲我的背景吧。上一份工作我的职位是领导职军官，军官基本上有分领导职与幕僚职。领导职就像一些排长、连长、组长这样子，那幕僚职像是人事官、作战官、后勤官之类的。那领导职算是中间的管理职，要处理对上、对下还有横向单位之间各种事务，不管是休假或上班，白天或半夜，要任何状况手机需要24小时待命。最有感触的是以前休假去看一场电影，手机关静1-2个小时，结束后就有好几通未接来电或讯息充斥我的手机。那时候我每次拿起手机都有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恐慌感。但离职后第一次看电影，我看了我真的感动的想哭，不是因为剧情内容感人，是因为手机里终于不会跳出一堆讯息等着我处理了。或许你觉得我的描述有点夸张，也可能有些人认为领这样的薪水就得做这样的事啊。确实，其实这样的分内工作做着做着也强迫自己习惯了。后来的日子也很感谢能跟某些长官和代理人维持一定程度的平衡。但以上也只是一部分的举例，压垮骆驼的肯定不是只有一根稻草，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位阶甚至校阶的军官失足坠楼呢？不过转个念想，这样的高压环境自然也能快速的让一个刚出社会不久的排长迅速成长，至少我自己是感觉跟刚毕业时差异蛮大的。说起让我迅速成长的事，还有一次在营区时，因为我的单位是算独立营，营区最高阶就是营长。一次我担任营执行官时，营区半夜失火在离所有人寝室很近的地方，那时整栋大楼的走廊都是烟，睡到一半突然有人敲门说排长快起床，失火了。这时候一醒来，走廊整个烟雾弥漫，已经到快要无法呼吸的程度，然后我整个吓醒，赶紧拿毛巾捂住口鼻，顺便请同寝学妹通知整层寝室的人。而我赶到失火现场，发现已经有些人在灭火了。随后我便在混乱中找到巡察官，到各寝室一间间确认人员都平安，才回报就寝。其实我当下自己都超怕的，但因为我背了那执行臂章嘛，所以我该做的还是得做，只能保持冷静清查人数，确保大家都平安。总之回到现在，那些事情也都成了回忆。现在的时间可以自由调配，不用一大早开早会，听某任情绪有问题的营长咆哮，可以不用跟室友抢厕所，也不用看某些资深士官的脸色，可以安排平日人少的时候出游等等。那以上大家就是生活形态的转变。刚开始在职场工作时，因为菜嘛，所以总是尽力完成长官交办的任何事项，会要求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即使是一些弹性任务，非任何部门归属的一些临时任务，如果长官开口了，以我的立场当然还是就做吧。但是后来我渐渐意识到，我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我代表了整个排组。接着这些任务相较之下，部分士官兵就得再多花额外的时间精力完成这些任务，可能会耽误到休息时间。他们看着其他单位的弟兄能准时运动、准时外散速，难免会影响到弟兄的心情。别人都跟我们领着同样的薪水，为什么我们要做更多事？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这也是人之常情。很少人会像我一样认为多做一点就是一种磨练的机会。于是身为一个中间管理者，要学习当长官和弟兄的沟通桥梁，透过一些任务拥有一些筹码，为弟兄争取相对应的福利。就这样开始渐渐了解一些部队里的生存技巧。于是几年后，当我终于接受搞定关系基本上可以解决里面80%以上的问题，发现自己已经不太在乎是非对错，我也渐渐的不太在乎是否能学到新东西，因为很多事都是可以透过手段处理好的。当我意识到且渐渐接受这样的模式后，我觉得这样的状态很不好，所以在我心中就埋下一颗想离职的种子。但或许社会原本就是这样运行的吧，只要有关系，所有事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自己人犯错就没事，私下念念走个流程就可以了。但如果不是自己人，一定要杀鸡儆猴，以儆效尤。虽然能理解这种团队管理的模式，但我不知道身为管理者这样做是不是对的。我甚至当时我也渐渐的成为这样的管理者。但在离职后有了自己的事业，我深深的感觉到我真的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活。
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有踏实感，我会主动的想要让自己的业务做得更好，而不是像以前活在一套规则底下，让许多人渐渐失去拼搏进步的动力。从少尉到上尉，一路看着某些人讨人厌的管理模样，然后我也渐渐成为那样的人。以上虽然说了这么多我在部队观察到不太好的特性，但我其实不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有什么不好，我反而很庆幸也很珍惜能够有这样的磨练。因此那些也不是我想退伍的主因。离开的主因除了已经达成当初入伍学习管理技巧以及存钱的目标，其实还有一个不能兼职的因素。你可能会觉得不能兼职没有什么吧，很多人在外面也不能兼职，没有心力兼职，但我认为这会导致一个很消极的心理状态。反正我的人生就这样稳稳过下去就好，把关系搞好就能在这里平安顺遂到退伍。下班后不是吃饭应酬就是放松追剧，几乎没有动力学习新事物。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年轻人该有的心态。这就像曾有人说过一句话，生命让人活到80岁，但许多人在20岁的时候就死了。因此我在达成第一阶段的财务目标后就离开了，因为我认为在人生的精华期要尽力尝试，尽力争取可能让人生更好的事情，并且在迈入中年后才感叹许多事力不从心。因此有离职想法后，我便开始规划自己的资产配置，开始一笔笔计算自己每月能领多少配息。那我自己确定离职后，我在退伍前几个月与负责官进行一次例行性的1对1约谈。当时他说了另一种很特别的薪水计算方式，他说现在军官的薪水看似只有5、6万，但如果能持续稳定的做20年，到时候领月退俸保守估计每月有4、5万。那通常我们满20年的时候只有40出头，一个人又平均活到80岁，那么我们只要拼搏前面的20年，后面的40年就可以再多领2倍时间的钱。那这样平均算下来，我们在部队领的月薪其实将近15万。但现在想想，这样的算法虽然是有点夸张，但好像也不完全没有道理。毕竟一份安稳的工作，它带来的附加价值可能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为这一年中，在我的感觉，稳定的薪水除了那一点薪水，带给自己的是更多的安定感。这似乎也能算是一种情绪薪水。就想一下，假如你这个月赚3万，下个月赚5万，然后再下个月赚3万5，跟一个薪水稳定都是4万的人，哪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会生活得更安心呢？因此接下来的部分我想谈谈拥有稳定收入与创业这两者之间的利弊。如果你正打算放弃稳定还可以的工作，或许可以参考看看。我们知道创业是跨越阶层最常见的方式，但大家也知道10个创业9个输，创业风险高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我认为如果你打算放弃稳定工作创业，我个人认为会增加创业失败的风险。以我自己为例，这一年中我有无数次想放弃的念头。一是创业需要累积粉丝，累积客源，累积口碑，并不是一触可及的事。这时如果又没有一份稳定的薪水支撑自己，真的会让人有点焦虑的感觉。而且拥有一份稳定薪水，就算薪水不是很高也没关系，那种安心感是属于马斯洛需求最基本的部分。当我们满足基本的生理与安全感生活，我们才能真正去做我们的事业，真正享受自我实现的需求。但如果你像我一样，这份工作可能无法兼职，或者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要不然会说在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学任何东西了，那么你或许可以透过投资与理财的方式，让自己拥有相对稳定的股息收入，那么中间空白期的焦虑感一定会减少许多。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我退伍1年来的心态转变，也在最后分享了如果你想离开一份稳定工作创业的一些建议。其实透过今天的影片，你应该可以感觉到，我认为离开稳定工作创业并不完全是好的决定，但自己的确得到更多自由与机会，就是因为那些曾经苦过的记忆，所以才会更额外珍惜现在做的每一件事。但我认为这样的状态上手后，便可以尝试找一份可负荷的正职工作，让自己的业务以副业的形式经营。你可能会担心两者无法兼顾，但我认为就像前面提过的，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安心感，或许可以帮助你的副业、你的事业更加从容，做出品质更好的决定，而自己也会真正享受这个自己选择的副业。或许这些附加价值才是正职工作提供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吧。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想了解更多我的投资理财或自媒体经营的方法，可以在下面描述栏约我的对谈。因为我还写了一份6大被动收入报告，里面记录了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也可以在那里领取。最后感谢你们耐心观看到这里，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按赞订阅。有其他想法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下次见，拜拜。